我家表面上看似和睦，爸爸在工厂工作，妈妈忙于家务，而我和妹妹则是母亲的骄傲。可是我现在才明白，这种所谓的幸福只是脆弱的假象。那场我亲眼目睹的灾难，早已悄然蔓延在家中的每个角落。一切似乎都始于那个我未曾见过的孩子。还记得那是几年前，妈妈怀上了我们的弟弟或妹妹，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，每天精心地为即将来临的孩子准备小衣服、摇篮，甚至还为他布置了专属房间。她经常坐在窗边，轻轻抚摸着肚子，喃喃自语，好像已经和未来的孩子有了心灵上的连结。但这份温馨随着一场意外戛然而止。在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妈妈流产了。那天，妈妈一回家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，谁也不理会。后来，我从大人们的谈话中听说，由于这次的流产，妈妈再也无法怀孕了。那段时间，我看到的妈妈与过去的形象全然不同。她变得沉默寡言，整日愁眉不展，有时会坐在窗边望着远方，眼神里透着无法言说的失落。这场失去之痛将她整个人吞噬，她的情绪变得愈发阴晴不定，对我和妹妹的要求也变得苛刻起来。尤其是对妹妹，她开始无法忍受她的存在，任何一点小小的错误都会引发妈妈的怒火。起初，我以为这只是她因为流产而情绪低落的短暂影响，但渐渐的，我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妈妈经常会喃喃自语，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语。有时候，我还能听到她在半夜里低声说，都是你的错，要不是你，他就还在了。起初我并不明白他指的是谁，总以为这是他在自责，将意外的责任归咎于自己。但后来我才知道，在妈妈心中，妹妹成了那场悲剧的替罪羔羊。她渐渐相信妹妹的出生是一种诅咒，正是因为妹妹的存在，才导致她的未出生的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随着这种念头的加深，妈妈的行为愈发疯狂和偏执，无法压抑的痛苦让她的内心逐渐被黑暗吞噬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一天是妹妹生日，妈妈亲手为她准备了蛋糕。可当妹妹无意中弄脏了地毯时，妈妈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起来，眼神中带着难以掩饰的疯狂。她冷冷地盯着妹妹，说：“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”语气中满是厌恶，仿佛她面对的并不是亲生女儿，而是一个让她痛恨的异物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妹妹怯生生地问，眼神里满是疑惑和恐惧。都是你的错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的孩子就还在了。妈妈冷冷地说着，语气中透着绝望和怨恨。她的声音让我不寒而栗，仿佛透出某种深埋心底的黑暗。我努力平静地说：“妈妈，妹妹只是个孩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？”然而，妈妈的眼神突然转向我，里面没有一丝温度。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冷笑着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？她本不该存在，是她带来了这场诅咒。”自那以后，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。妈妈变得冷漠而疯狂，她的眼神时常游离不定，有时甚至会在深夜里站在妹妹的房门口，久久地凝视着门内。我不止一次见过她对着空气喃喃自语，语气冷冽而怨恨，那些话语让我忍不住全身颤抖。她说：“我再也不要让这诅咒缠着我了。”然后就是那个诡异的夜晚。那天我放学回家，家里一片寂静。平时妹妹总是在客厅等我，可今天却不见她的踪影。我感到一丝不安，急忙走向餐厅，看到爸爸独自坐在餐桌旁，低着头，双手颤抖着，像是受到了什么无法承受的打击。爸爸，妹妹呢？我轻声问，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正逐渐逼近。爸爸没有回应，只是用颤抖的双手掩面，低声喃喃着：“你妈妈，你妈妈，她疯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妈妈从厨房走出来，穿着一条从未见过的黑色长裙，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。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空洞而冰冷。“你妹妹去外婆家了。”她冷冷地说。“可是她最爱的项链还在这里，她怎么会没带上？”我低声问。妈妈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她的嘴角扯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。“是吗？大概是她忘了吧。”她冷笑着说。
我无法释怀这种诡异的气氛，于是决定在夜里偷偷搜寻线索。我悄悄来到妹妹的房间，却发现床底下有一个小盒子，打开后里面竟然是她最心爱的项链和小熊，还有一条染着暗红血迹的布条。我的心猛地一颤，开始怀疑妈妈对妹妹做了什么。我决定去储物间查看，当我推开门，一股腐朽的气味扑鼻而来，隐隐约约的，我看到地板上有一片暗红色的痕迹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幽灵般的身影突然从我身后闪过，是妈妈。她手中握着一把钢刀，眼神中透着满足的疯狂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她冰冷地问。妈妈，妹妹去哪了？我颤抖地问，试图压抑住内心的恐惧。她已经走了，你永远也见不到她了，妈妈缓缓地说，眼神空洞，却带着一丝解脱的快意。她靠近我，声音压低，仿佛是自语一般。我已经摆脱了那个诅咒，我的孩子终于安息了。我彻底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，忍不住向后退，却被妈妈的阴冷眼神锁定。就在她举起钢刀准备袭向我时，一道身影猛然冲了过来，是爸爸。他用尽全力将妈妈压制在地，我趁机逃离了那个诡异的家。最终，警察来到家中，妈妈被控谋杀，妹妹的尸体在储物间墙后被发现。原来，妈妈将妹妹的尸体埋在那堵被重新粉刷的墙后，储物间成了她疯狂的秘密。她的偏执和妄想让她将失去孩子的痛苦完全转嫁到妹妹身上，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而我站在寒冷的街道上，感到心中充满了无法抹去的阴影。那份原以为是爱的温暖，却最终化为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。妈妈的秘密被揭露了，但我知道这场灾难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，成为我内心深处最黑暗的伤痕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